大家好，这里是毛怪老师，欢迎回到毛怪老师的漫画小剧场。一个经营模拟类型游戏呢，竟然是抄袭的魔兽世界。开发过程中呢，我和程序的合作竟然把全组的电脑都干死机了。今天呢，我来讲讲我们这一群门外汉是怎么把游戏开发上线，直到它死不瞑目的。故事开始之前呢，请大家给毛怪老师点个赞感谢大家。我们如今开发一个游戏那是有一大堆现成的软件和引擎，即使你不会代码，借助各种开发工具或者插件呢，你也能完成一款游戏，直至它上架当然了，能不能赚钱就不知道了今天的话题呢，要从20世纪末开始风靡了世界大概10几年的 Flash 软件说起。这玩意儿呢，在当时可谓是小游戏开发的翘楚因为 Flash 的入门和开发对新手相对友好，海量的小游戏势如破竹般的占领了网络。当年还在运营网页游戏的4399平台呢，也抓住了这个时代洪流，靠盗版和抄袭搬运了大量的 Flash 游戏资源，并有着与百度说不清的关系的加持，让自己迅速占领了中国小游戏平台的巅峰。像我这种动画专业的，在当年这个 Flash 是必学的，它制作动画的功能到如今也是很方便我现在还在使用它。今天的这个片子就是用它制作的，只不过呢，现在它叫 Adobe Animate。Flash 里面的元件呢，绝对是动画制作者最喜欢的功能之一像在 Span 里，我最痛恨的就是没有这个元件功能，因为 Flash 内置的 Action Script 编程语言甚至可以直接通过选择设置一些简单的功能性代码，因此呢，游戏开发不再只面向专业的编程人员，很多平民通过学习一些简单的代码原理呢，也能制作自己的小游戏。当年我也自学了一些 AS 代码，不过只学会了一些雕虫小技，比如我干过这种事整了2帧的无限循环，每帧里面写了100行的 get URL， 然后随便写几行网址，发到网上到处传。因为手欠呢，我还把这玩意儿发到了当年的火神论坛还掀起了一阵骚动。不过现在的火神呢，早就失去了当年创作者们高谈阔论的热情成为卖课平台了。好了，回来说动画。等我毕业之后呢，加入了一个诡异的游戏公司。这个公司的项目呢，是一个大型多人在线经营模拟类型 MMORPG 游戏。听起来就觉得这游戏的走向有点不太对劲了吧？因为我们老板呢是要做经营模拟类型游戏，但是他呢又没有玩过游戏，就请了一个主策。这个主策我之前提到过就是老板认为他玩过魔兽世界就能当策划的那个策划，我们称他为白先生。而这位策划呢也不枉重任，他自己呢是一个奉魔兽世界为宇宙准则的狂热魔兽迷。不要过分追究细节也别问是啥游戏，点赞就对了。在这个游戏里呢，每个人登录后呢都可以打造自己的角色形象，听起来就跟现在的这种捏脸游戏似的。10几年前的我们那个公司就准备占领现在的市场了，那老板真是太有远见了当然了，以 Flash 的技能打造完美的捏脸还是差点意思，所以呢，我们就改成了换装。不过这在当年呢，那也是挺有创意的。登录之后呢，你先起个名字，然后呢，给你一套默认的廉价服装，再让你挑选一个美女秘书。这感觉有点像如今的陪读不过这一部分呢，听起来还算是个经营模拟类型游戏。我们选秘书的时候呢，其中一个秘书的形象，只要是当年的经营模拟类型游戏，大概率都会抄袭这张经典的秘书照片。只不过呢，不同的公司有的抄袭姿势，有的抄袭形象，反正大同小异。还有呢，就是做一个垃圾的景象，跟那些现在恶心人的短视频的镜像特效一样。这张照片呢，是来自于演员王若依的一套经典秘书照。这套照片呢，确实很经典拍得也很漂亮。只不过作为开发者，当年看到这些山寨造型，我就感到一阵恶心不出意外的，我们游戏也无耻地抄袭了这张照片，舔着脸将其纳为我们的秘书之一不过呢，这恶心人的任务并不是我干的，所以呢，我这儿并没有原文件，我也只能凭印象给你们复现一下。进入游戏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置身于一个巨大的地图里，旁边呢就是一个脑袋上带叹号的 NPC。这时候呢，一切都向着魔兽世界发展了。
你有着背包系统，你还有一个装备界面。看到这里，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经营模拟类型游戏。只要魔兽里有啥，它就有啥。这位策划最经典的需求呢，就是他照着魔兽世界设计了一个邮箱系统，其策划图就是这个样子的。拿到这样的策划图呢，后面的工作可能就是很多游戏公司的缩影了啊。美术照着这个图画一个界面出来，然后问：您看对不对呀？白先生说：这儿不对。然后呢，美术再去改，改完了以后再给白先生看，白先生说：这儿也不对。最后呢，白先生烦了，说：你照着魔兽世界画就行了。有这么牛逼的策划在这儿挑大梁的，那我们的主城跟主美也不能示弱呀。首先呢，咱们得介绍前台主城。在这儿呢，我得给非专业同学解释一下啊，咱们这个前台主城并不是坐在前台的前台啊，这个前台泛指的是程序中专门负责游戏画面的各种控制效果，比如说角色的移动啊、界面选择呀，这些能直接看得见的画面效果都属于前台程序。那对应的呢，也有后台程序，那就是数值啊、分数计算呀、后台数据库调用等等。那些看不见的工作呢，都属于悲催的后台程序员干的活。这里得为程序员群体说明一下啊，那些掉在地上的头发，其实大部分是后台程序员掉的。好了，回来介绍我们这位前台程序。我们这位程序可不是一般人呐，这是我到现在见过的唯一的一位从美术转成程序的程序员。据说他突击学习了2个月的 ActionScript 的代码，就直接胜任团队主程了。你瞧瞧人家美术直接转主程啊！至于后台程序呢，那是另外一位大神，这是一个我少有的从心底佩服的能人。所以这一期节目呢，并不适合他啊，咱们以后有机会再单独介绍他。好了，介绍完了程序呢，咱们就得说一下美术了。我们的主美呢，一看就是一个文化人，一双能反射激光的皮鞋，还套着一件铝合金的圣衣夹克。幸亏他不戴眼镜啊，要不我真以为我认错人了。我去了以后呢，那自然得听这个高质量主美的分配啊，人家也真信任我，直接把角色动画都分配给我做了。因为他有更重要的场景要画，后面咱们再介绍他的场景。像我这么娴熟的动画师，那这几个动作完全不在话下，那几天都全都做完了。之后呢，就是为这个角色设计服装，因为这个角色是带动画的，那么服装也要相应的能够根据角色的动作匹配上。但当时我并不知道如何配合程序，也从来没有资源消耗的概念，我脑子里的一切概念呢，都是建立在动画的基础上的。只要最终画面实现了，那用什么方法都行。如今我们做游戏啊，那换装肯定是要把画好的服装都统一放在后台，然后呢，需要哪件衣服，直接通过代码调用出来，附在角色身上就行了。那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我不是程序员，描述的可能不准确，程序朋友可以帮我指正。但当时我并不知道程序是如何实现换装的，所以呢，我从 Flash 的动画功能入手，把所有的服装拆分以后呢，画在了角色不同身体零件内部的不同帧上了。这样做呢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虽然画面上只显示了相应的服装的那一帧，但是其他的帧并不是不存在呀。这么多的关键帧，它们同时都消耗着资源。我们游戏大概有50套衣服吧。一个角色呢，根据身体着装的部分，一共有13个零件，每个不同零件里还藏着50个关键帧，每一个关键帧里放了一套衣服相应的局部，所以呢，光一个角色平常就藏着650个关键帧呢。实际上呢，就是这个角色始终都同时穿着50件衣服在游戏里溜达。不对啊。我们是45度角的游戏，这一个角色呢可是有2个面的，所以呢，实际上这是一个包含着有1300个关键帧的角色在游戏里面游荡。不过呢，这也就是我作为美术师的一种制作美术素材的方式，我都画出来了，那么我的工作就完成了。至于你在游戏里到底如何实现，那就不是我的事儿了。不过还记得我们的程序是美术转的吗？这位主程大概是写了几个月的 ActionScript， 然后就直接接手了这个大型经营模拟类型的在线 MMORPG 游戏。因为它的原型是美术，思维大概跟我差不多啊，脑子里存在的全是真动画的模式。
这位美术程序员一看，那服装全都按照关键帧分好了，这不是现成的实现方法吗？所以呢，他直接把换装用帧指定的方式完成了，换哪套服装就停在哪帧上啊，跟我想的是一样的。结果呢，程序员就真的把我这个巨大的美术素材直接带进了游戏现场。好了，这个潘多拉魔盒呢是我亲手打造的，但是打开这个盒子的人就是这位美术程序员。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型的 MMORPG 多人在线的经营模拟类型游戏，同屏最多可能显示20-30人呢。因为美术程序员直接导入了我带有1300个关键帧素材的角色，因此呢，同屏的所有角色其实都是同时穿着50套服装的隐形富豪，这还是在待机的静止状态下呀。但是情况急转直下呀，所有的测试人员的电脑几乎在同一时间卡得不成人形，因为角色一旦开始移动，那么就会载入走路动画。走路动画呢，是我这个优秀的动画师以每秒30帧的刷新率完成的正好1秒的循环走路动画。而这个走路动画的每一个关键帧里面呢，都同时带动内部的1300个关键帧一起运行。因此在那1秒钟里面，一个角色便产生了1300乘30等于39000个关键帧的运算量，而同屏至少也有20个角色在移动，这1秒钟产生了大概78万个关键帧的运动数据的相互传递，让所有在线人员的电脑直接瘫痪。大家全都愣在那里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大家电脑重启之后呢，经过一系列的排查，发现只要角色一移动，电脑立即卡死。最终呢，美术程序员推测，有可能是角色内的关键帧太多了。但在那个美术为主成的团队里呢，所有人都束手无策。以我们当今的视角来看，这并不是什么难事啊。那服装分离只要保留裸体的角色即可。但可怕的就在于换装系统的改造，对这位美术程序员来说已经完全超纲了。这时候呢，产品经理下令所有人员众志成城，开始解决资源消耗问题。这对于我们美术组来说，停工就是对资源节省的最大贡献。而主程在跟产品经理连续讨论了几天之后，终于得出了最终的解决方式。因为美术程序员实在想不出别的代码来解决服装加载的问题，最后呢，产品经理竟然决定完全取消换装功能了，改成了给秘书换装。因为呢，秘书只是一张图片，也没有动画，就算是换服装，那也只是打开界面来看，这样呢，至少避免了所有在线角色的关键帧过多的问题。只不过呢，最终结果就是所有在线角色看起来长得都一样啊。不过好在有名字来区分呢，也不算什么大问题。因此呢，角色内的所有服装全都被删除。我这2个月的绘画工作呢，算是付诸东流了。可能有的朋友听到这里觉得匪夷所思，那就是一个换装代码，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啊。即使是外行人，你去网上搜一下子换装，那也就解决了。有的时候你想的是一回事，但事实有时候就是让人无法理解，它最终的结局就是直接取消了整个换装系统这种例子其实在生活中比比皆是。你觉得很简单，它就是朝着让人想象不到的方向发展。你们以为这就完了吗？服装被删，虽然游戏的卡顿情况大幅度缓解，但是因为机能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网络问题，角色在移动时依然把刷新率瞬间拉低到1秒1帧，游戏体验呢如同便秘一般。最后呢，在那个只玩过魔兽世界就能当策划的头脑风暴之后呢，一个惊人的创意彻底解决了最终的卡顿问题。当时呢，刚刚开始风靡那种电动平衡车，咱们策划大爷想我们让所有的角色都站在电动平衡车上，角色移动的时候呢，根本就不需要尼玛走路动画。平衡车的轮子那么小，那旋转动画也不用做了，就连待机的时候都让角色站在平衡车上，移动和平时站立的动作完全一样，2张图解决所有问题。至于对话什么的摆手动作呀，什么特殊动作呀，完全不要。咱们平衡车你就扶着车把，角色永远保持一个姿势，那对话直接出字不就行了，又不是看不懂。当时我还真挺佩服这位策划的，那常人的脑子是想不出这个主意的。在美术组停工半个月之后呢，全组人员拼尽全力画出一个平衡车，美术程序员删除了除移动功能之外的所有代码，游戏完美运行了。
从开发到现在，我设计的所有的服装全被删除，我制作的角色所有的动画因为资源消耗问题全部被取消。虽然游戏最终成功运行了，但我感到一阵莫名的空虚。我这几个月到底在干啥呀？游戏呢虽然上线了，不过呢就冲我们这个项目组的企业文化，大家大概也能想到这个游戏的命运了吧。在短暂的运营了1个月之后呢，老板发现用户量从最初的600人急剧下降到不到50人，这里面有一半还是员工带来的家属。我们市场总监呢感到这个数据和他最初跟老板拍着胸脯保证的1亿用户的差距有点大，开始抱怨策划游戏设计的不好。策划说游戏是老板设计的结果陷入了僵局。不过咱问题还得解决呀，因为游戏内容的匮乏呢，策划突发奇想，在游戏内加入大量小游戏比如说你在这儿玩个打砖块，再让你到那边玩个拼图啥的。大家注意一旦你的游戏因为主线任务设计的很无聊，却想通过增加别的小游戏来丰富游戏内容，那这个项目离死也就不远了。魔兽世界的暗月马戏团也是小游戏，但是魔兽世界就算没有暗月马戏团，主线任务一样让你玩得不亦乐乎。而我们的游戏呢，那是因为游戏主线根本就没有设计好，玩家除了在线瞎溜达根本就无事可干。策划不想着把剧情和主线任务做丰富，只想着让玩家有更多的事儿可做，那就加入了打砖块、拼图、猜谜等跟主线毫不相关的东西。你这样做呢，只能让人觉得游戏混乱而且不伦不类。而我们的主线任务也是毫无乐趣呀，就是走到各个 NPC 之间进行一些对话。你说你是一个经营模拟类型的游戏，你不好好的做经济系统，主线任务跟经济系统也搭不上边。当你的角色走在这个毫无生气又显得对比度极强的场景里呢，我会经常质疑自己，我为什么要玩这个游戏呀？刚才我说了，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的场景对比度极强。这个时候呢，就得介绍之前提过的高质量主美了。我们这个场景里的楼群使用了饱和度极高的各种对比色，时间长了那眼睛是极度疲劳更令人迷惑不解的是，所有的马路颜色全都是纯黑色。是的，纯黑 ，RGB 3个值是0。为什么？真的，为什么画马路要用纯黑呀？主美说，那马路就是黑的呀。因为策划呢玩过魔兽世界，把整个魔兽任务系统借鉴过来，就让玩家到处对话。那时候呢，抄袭魔兽世界的游戏不在少数，大家也习以为常了。玩过魔兽世界的朋友都知道你接任务的时候 NPC 脑袋上是一个叹号，你去交任务的时候呢 NPC 脑袋上是个问号。而我们的策划还怕别人说他抄袭魔兽世界，说这个我们不能完全照抄，这个我们得有点创意。接任务的时候还是叹号结果我们交任务的时候他给改成句号了，一个 NPC 脑袋上一个大圆圈。策划说这代表任务结束了，那当然是句号他是真他妈对不起因为他玩过的魔兽世界才当上策划的魔兽世界因为主线任务匮乏又缺乏玩法，结果呢，为了增加玩家的在线时间，有个策划竟然还想出了一个主意，让每个主线任务 NPC 之间都站得特别远。你每接到一个任务就得走一个特别远的路去跟另外一个傻子对话，对话完了呢，这个 NPC 又让你去找下一个傻子。这整个的主线任务呢，纯粹就是一个对话加走路跟经营模拟是完全没有关系。而想出这个增加 NPC 之间距离的策划呢，是这位白先生的徒弟。对，他还有徒弟呢。不过呢，他能想出这个创意也挺对得起他师傅的。因为有一次呢，我现场听到白先生对他进行斥责，你怎么能站在玩家角度考虑问题呢？好在呢，这游戏上线不到3个月就寿终正寝了。我在我设计的服装和动画全都被取消之后的那段时间里，准备了一些正经的作品，然后呢就顺利的进入了一家正经的公司。在我的求职作品里呢，平衡车公司的任何作品我都没有往里放了，因为一旦放进去，我可能就找不着工作了。想想我们那个高质量主美的审美，在他手底下指导出的美术作品，我敢用吗？之后呢，还有一件趣事当我进入了正经的游戏公司之后呢，有一天来了一个面试策划岗位的，这策划说是认识我 ，HR 还过来问我，这个策划怎么样啊？
我过去一看，是白先生的徒弟。我能说啥？我说他对主线任务的设计有独到的见解。哎，你们别看我做节目尖酸刻薄，但生活中我还是懂得一点人情世故的啊。我说这家伙挺好啊，那策划了好多东西呢，懂得特别多。我还过去鼓励他啊，测试好好做啊，你肯定没问题的。哎，万幸啊，这家伙最终是没能通过测试。哎，好了，这家公司的故事呢，我就先分析到这里了啊。游戏开发真的是乐趣无穷啊。最近呢，我又遇到一批不会说人话的产品经理啥的，啊，还有我的朋友呢跟我抱怨遇到的奇葩甲方。我正在整理素材，准备一期新的节目。如果呢你也遇到这种张嘴喷粪的傻叉，可以私信留言给我啊，也为咱们的新节目添砖加瓦。好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呢，请在 YouTube 跟 B 站关注毛怪老师，也请点赞评论啊，频道的发展需要您的支持，感谢。最重要的是把这个节目转发到您的工作群里，咱们 see you next time。